Have you ever studied Chinese grammar for hours, only to feel frustrated by mistakes? You are not alone. In my 15 plus years of teaching Mandarin, I've seen countless students struggle with common traps that slow down their progress and make fluency feel out of reach. Most of them have 3 bad habits that block them from becoming fluent in Chinese.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the 3 biggest fluency killers related to learning Chinese grammar that might be holding you back. By recognizing these mistakes, you can make better learning choices and start speaking Chinese with confidence. On this channel, I mainly speak Mandarin in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s, but you can turn on multilingual subtitles, including English, if needed. Also, be sure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after watching for helpful resources to save your time. Let's get started. 我是 Elena 老师，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今天这堂课的灵感来自一则评论区的留言，留言者是 Jordan， 他想知道怎么避免使用不自然的英式中文，因为他在使用中文的时候，常常会把中文的文法跟英文的文法搞混。你也跟他一样，在使用中文的时候，经常受到自己母语的影响，说出不太自然的中文吗？如果你的目标是流利的使用中文跟人沟通，但常常搞不清楚文法，总是觉得自己的句子听起来怪怪的，那么你很可能是受了下面这3个坏习惯的影响。第一个坏习惯是习惯在脑子里先翻译。很多中文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在说中文之前，习惯先在脑子里把母语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成中文。但问题是，中文跟你的母语有很大的差别，这样翻译出来的句子常常会让别人听不懂，甚至闹笑话。一个有名的笑话是这样的 ：How are you 是你好吗的意思。有人把这句话直接翻译成怎么是你？还有 How old are you 是你几岁的意思，却被直接翻译成怎么老是你？所以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而是要直接用中文思考，才能说出更自然的句子。第二个坏习惯是死背文法规则。有些学习者喜欢把中文的语序以及文法规则背下来，他们觉得
这样就能说出正确的句子。但是这么做有几个问题：说中文的时候会想太久，结果说的结结巴巴，很不流利，而且很容易因为害怕说错文法，就不敢开口说中文。再加上死记中文语序，反而导致语序混乱，说出来的句子更不自然。事实上，中文母语者并不会刻意去背文法规则。以母语者的中文教育为例，台湾的中小学并没有特别的文法课，而是让孩子们透过大量的阅读，自然的熟悉文法。在中国也是这样，学校老师们教授汉语的时候，不太会刻意去分析语法结构，而是让孩子们通过大量的阅读、听写和写作训练来习得。比起一些文法规则很严谨、很复杂的欧洲语言，例如德文跟法文，中文的文法单纯很多。即使不特别花时间去学，也能透过阅读来熟悉用法。而且中文的语法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并不总是按照规则。如果死记而不知道活用，一定没办法说出很自然的句子。第三个坏习惯是花太多时间研究文法。有些人学习中文的时候，会一直研究文法，想要知道为什么，希望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完美。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学习的速度像蜗牛，进步非常慢，而且缺乏成就感，很容易觉得学习很无聊。很多人最后失去动力，甚至放弃学习。语言学家们会去研究、解析语言的文法。你学中文的目的，应该是想用流利的中文跟人沟通，而不是想当一个语言学家吧？中文的学习重点，不是在于记住每一条文法规则，也不应该放在研究文法的结构，而是应该能够实际运用。如果你花很多时间研究文法，而不去实际练习，你的中文能力很难真正的提升。那么，到底该怎么学习文法，才能说出跟母语者一样自然的中文呢？下一次我会详细说明正确的方法，让你可以有效的学习中文文法，真正的提升你的中文能力。所以，如果你还没订阅频道，现在赶快订阅，以免错过新的节目。最后，留言给我的 Jordan， 可能就是犯了第一个坏习惯。他的母语是英文，习惯在脑子里先翻译，
导致说出的中文变成不自然的英式中文。你呢？今天提到的这3个坏习惯，你有几个呢？在留言区告诉我吧。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To access related resources for this lesson and save time on your studies,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